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sther。今天呢，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的饮食法则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就继续看下去喽。这支影片呢，我并不提倡瘦才是美，或者是减肥有多重要。我只是要跟你们讲，用这样子的饮食方式呢，你可以调整你自己的身体，然后让你自己身体越来越健康。这样，所以我是以身体健康为基础的一个饮食控制的影片。那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营养师，可是我可以提供给你们的是我的个人经验，还有饮食的大方向。你们只要遵守这个大方向去做，然后再依照你自己的身体反应，还有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去调整成适合你自己的吃法，这样子长期下来，你就可以控制你的体重。为什么会说身体反应不一样？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嘛。你看，有些人是易胖体质，喝水都会胖；有些人是吃大鱼大肉、肯德基3餐都不会胖的人。所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差异，你才必须去做调整。那我们要减脂肪的话呢，有2个方式可以去减。第一个就是饮食控制，第二个就是运动。那饮食控制占了70%，运动只占了30%。因为你自己想嘛，如果你3餐都吃肯德基，你没有达到很高的运动量去消耗那一些肯德基热量，你觉得那些肯德基能不变成你的脂肪和肥肉吗？你的身上的肥肉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呢，减脂肪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，就是你要先去测量你自己的基础代谢率。基础代谢率就是你每天在那边摆烂、腐烂、躺在那完全不动的情况下，你的身体会自己消耗的一个最基本的热量。然后测量的方式的话，我自己是习惯用那个体脂机去测量啦。当然那不是最准的，可它就是一个比例尺的作用，让我有参考的作用这样子。然后我就是先测量完自己的基础代谢率之后呢，你再去观察你自己每一天吃进去的热量到底有多少。首先呢，你就先看你自己早餐、中餐、午餐到底吃了多少，而且你每一个东西都计算进去哦。例如早餐是蛋饼，然后还加一杯红茶，然后午餐是排骨便当，然后还加了水果盘，然后晚餐就是什么卤肉饭，然后面什么烫青菜什么之类的。然后你在那个下午茶之间还喝了一杯珍珠奶茶，然后宵夜的时候还吃了一片薯片，这些你全部都要计算进去。当我们知道我们吃超过多少基础代谢率的热量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开始行动了，就是要减低我们的热量。那我跟你们讲，在减低热量这个过程当中，千万不要远低于基础代谢率，因为如果你远低于基础代谢率的话，你会造成你的那个身体营养不良。再来呢，我们在做这些饮食改变的时候，我建议大家是用渐进式的方式。一般人很难，就算你一开始头3天控制住了，可是你可能第4天、第5天，你可能就爆发，因为你受不了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就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绑得死死的，要慢慢的去控制，从3餐选1餐来减低热量，然后你慢慢的吃习惯那个口味，还有吃习惯那样子的饮食方式之后，再变成2餐都那样，然后再是3餐都那样，然后你再去看看这样子的方式，你会不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的运作？比如说你工作有没有影响到，然后或者是你会不会没有体力？但如果你有发现你在做这件事情控制饮食的时候，你有发现减少热量，有影响到你平常工作或者是生活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开始增加热量了。所以这是有调整的空间的，并不是说死板板的。再来呢，控制饮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定时定量。比如说有些人会说，我晚餐我就不吃晚餐，我就只吃早餐跟午餐。可是这样子对你的胃不好啊，你有想过吗？所以我们还是要吃，可是我们可以选择热量比较少的东西吃。所以大家不要想说我要减肥，我要减脂，我要控制饮食，就是要节食，这不是等号的，这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在关于口味的部分呢，大家要很注意一点，就是少盐、少油、少糖。然后不要吃炸的，也不要吃重口味的，比如说重咸、重辣。好吃的东西通常会加非常多的调味料，但是过多的调味料会造成身体的负担。那造成身体的负担，你可能就会水肿啊。那清淡口味不代表不能调味，只是要请你把平常的调味的量呢减少一点。比如说平常你喜欢吃3条辣椒，你后来改成2条，然后再改成1条，然后最后再改成半条这样子。我就是要请你把你平常的重口味改成偏清淡的。再来，食物的比例也很重要。首先就是水喝的要够多，再来青菜可以尽量吃，肉适量使用，淀粉少量摄取，加工食品能不吃就不要吃。
通常我吃的方式是，我一定不会让我自己饿到肚子，所以我每一餐都要吃饱。那我吃饱的方式是，我先喝水，就是让我的胃没有那么的饿。之后呢，我会吃大量的青菜，青菜成为我的一整个主餐里面的主食。一般人主食是淀粉，但是我用青菜代替，因为青菜热量很少。再来呢，第二多的就是肉类，因为我需要蛋白质去支撑我的肌肉。再来才是少量的淀粉类，这样我又有摄取到淀粉的糖类，这样，然后再来加工食品，我偶尔还是会吃，因为有一些什么辣香肠啊、腊肉啊，那都很好吃。可是我们不要吃太多，还有 cheese 也很好吃啊，我们不能戒掉啊，没办法啊，不然我们的人生会很无趣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可以吃少一点，不是不能吃，吃少一点就好。再来呢，减肥这件事不能急，然后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因为你给自己过多的压力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，反映出来的结果就是你减不了重。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心得，还有看我周遭各个在减肥的模特的心得，只要他压力一大，就是想说怎么都还受不了，他就真的受不了。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真的，你只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你真的受不了。所以我们就是轻松看待。如果你是想要把你的肌肉提升的话，你就不要依照我的吃法哦，你要把你的蛋白质摄取增加，你才有更多的蛋白质去创造肌肉出来。当然，你还是要搭配运动啊。如果你不搭配运动的话，也没有办法养肌肉。那以上就是我自己控制饮食的方式，提供给你们参考。那希望你会喜欢这支影片，然后记得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个 like，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加入我的粉丝团哦。拜拜。那我为什么要一直保持瘦瘦的样子？主要是因为我的工作。因为你不要看我们女模，有些人像我是比较矮的，170出头，但是有一些是接近180的身高。可是厂商还是 always 拿出来 S 号或者是 XS 号给我们穿，所以我们只能为了穿进那些衣服里，所以保持瘦瘦的身材。尤其是高级定制服的那种品牌，他们要求的身材更是我无法理解的状态。就是我已经觉得我非常瘦了，可是我穿起来，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塞进那件衣服里面。像有一次，我有个同事呢，他就是身高178，然后我们总共有大概10几个人去参与这个试镜，然后只有他一个人穿得下厂商提供的一个膝上靴，你就知道有多夸张。他178，体重才46、47公斤而已，但是现场只有他穿得下，其他人连我都拉不太上来，那个膝上靴太紧了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瘦。那就有时候还蛮无奈的啊。当然我要帮那个女模讲一下话，她不是因为她就是过度节食或者是拼命的减肥，她主要是因为她的体质真的是吃不胖，她就是那一种大吃大喝，然后还是一样很瘦的人，所以就她自己体质就是这样，吸收不良的孩子。我们都跟她说你不要再瘦，你再瘦下去你的腿就要断了。但是这个就是胖有胖的烦恼，瘦有瘦的烦恼，所以你们就是不要羡慕别人，我觉得身体健康就好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